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我的旅行穿搭，这一期来分享我这次旅途中觉得好用的护肤品和化妆品。那这些护肤品让我在舟车劳顿应对不同气候，特别是极端干燥气候下，还能保持皮肤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带出门的化妆品是我觉得用着又顺手，妆效又漂亮的。那在旅途中觉得好用，日常生活中当然也很喜欢。所以这期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年度爱用品视频来看。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先来说护肤品，我长途旅行其实一般带护肤品的小样或中样就够用了。那这次除了卸妆产品，因为我真的没有sample之外，我只带了2个护肤品的正装，一个是 Revive 的回春油，还有一个他们家的防晒霜。可以看到这2个产品的包装都蛮大的，但我还是把它们放进化妆包，因为可以让我觉得很安心。特别是这款回春油，其实我有一个小样，但我总怕不够用，最后还是决定带这个正装出门，就非常的放心。那回春油我之前和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大概从前年开始就持续出现在我的年度爱用品里，是我这个干皮熟龄肌的必备产品，家里是一直要有囤货的。那对于干皮来说，以油养肤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可以给皮肤一个更深层次的滋润。那像我这次去南极，虽然很多水冰啊雪，但其实南极的气候非常的干燥，然后我大部分时间在游轮上，有空调也很干啊。然后我去墨西哥城的时候也是旱季，也是比较干燥的。像我上周还去了趟多伦多，也是冬天又干又冷的季节。那在整个旅途中，我的皮肤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想这款回春油是功不可没的。它不是一款普通的精华油，挤出来像是啫喱一样的质地，比较厚，没有流动性，但是很好推开像是很润的那种霜的质地，不像很多面油是浮在表面油亮亮的感觉，它能提供一个封闭性的滋润，减少皮肤水分流失，从而达到滋养、抗老、修护的作用。那我一般是把它涂在精华之后、面霜之前，或者也可以用在面霜之后，但不管怎么用都是很安心的感觉。虽然刚一涂上是有一点油，但经过一整晚的吸收，第2天皮肤是一个软软的、润润的、很饱满的状态。即便是气候干燥或者休息不好，但第2天皮肤的状态都非常好，真的就是一夜回春，而且长期使用下来也可以让皮肤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款回春油的抗老成分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双肽成分，一个是生物新活肽，作用在表皮层，强化皮肤屏障，改善干燥粗糙；一个是生物丰盈肽，作用在真皮层，让皮肤从底层充盈起来，改善松弛纹路。所以长期用下来，它是有一个抗老的作用。那再次强烈推荐给干皮熟龄肌。然后 Revive 这款防晒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恢复防晒，我之前是看张小慧推荐的，它有 SPF 50 PA 4个加 UVA UVB 都防，所以防晒系数是非常足够的，而且它的肤感非常好。那我这次去的地方很干燥，所以我选的是我所有防晒霜囤货里最滋润的一款，它像是贵妇面霜那种很细腻很柔滑的滋润感，上脸非常的舒服，而且完全不会觉得很闷或者厚重，更不会泛白或者搓泥，而且用了它之后就不需要再用妆前了，因为皮肤已经是一个很滋润的适合上妆的一个状态。干皮非常喜欢这款防晒，是我会再回购的，也强烈推荐给大家。那我这次还带了 Revive 的2个小样，一个是过夜面膜，它也是很滋润，然后主打修护，我觉得效果也是蛮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再生系列的眼霜，这个我已经剪开，马上就要用完了。这个我用着感觉也是很好，就是滋润力也是足够的。其实我平时用很多 Revive 家的东西，和大家推荐过很多，都蛮好用的。那我前一阵看他们官网好像有折扣，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会把我今天分享这些产品的链接都放在信息栏。说到防晒，我想再次和大家推荐这款防晒棒，它是我旅行，特别是夏天旅行一定要带的。之前和大家推荐过，我用的这个品牌是 Believe 的。那现在很多品牌，特别是韩国的品牌有出类似的产品，它非常的好用，它是这种固体的棒状，转出来是这样的，然后涂出来是透明的，而且很轻薄。
所以它就特别适合带妆补防晒。这个质地不会破坏底妆，同时又有防晒力，它是 SPF 50+，UVA、UVB 都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产品。我这个 Believe 的是比较适合干皮，它是比较油一点，然后有光泽的。我看 Sephora 上卖的其他品牌是更适合油皮的。那如果你有带妆补防晒这方面的困扰，非常推荐尝试这个产品。然后进入化妆品的部分，首先底妆肯定是带气垫粉底，因为携带上妆都非常的方便。那我最喜欢的是 YSL 的这款粉气垫，颜值高就不必说了，我非常喜欢它的妆效，它是干皮很喜欢那种有光泽感的奶油肌，薄薄一层就是妈生好皮的即视感。它不是很厚重，但是又有一定的遮瑕力，然后持妆效果也不错，综合各方面来说都是很不错的。它也是很多人的爱用品，算是气垫产品里的一个佼佼者了。那它的缺点，一个是用的有点快，再有美国买不到，所以每次回国我都会囤好几盒回来。然后遮黑眼圈是我之前和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这对组合，先用 Kelly Ray 的三文鱼色遮瑕来对黑眼圈做一个校色，它可以淡化黑眼圈，同时颜色又不会过于的橘，而且质地很水润，然后再叠加 Westman Atelier 的这个遮瑕，它是有一定的遮盖力，同时也蛮滋润的，用在眼下也不会觉得干，而且小小的一支也非常方便携带。然后修容产品我很喜欢 Anastasia 的这款修容棒，它的膏体非常的丝滑，很好推开，甚至都不用刷子，随便用粉扑拍两下就推匀了，或者没有粉扑的话，用手抹一抹，它就很均匀了，而且是一个特别自然的效果。因为这个色号 Half Tone 它是一个暖调的灰棕色，特别适合暖黄皮，推开之后就很自然。所以旅行带这款，一个是上妆很方便、很快速、顺手，而且不容易出错，妆效自然。对我来说，这款修容用在脸侧或者打鼻影都是可以的。然后是腮红，我之前和大家说我更喜欢粉状的腮红，但是最近我就沉迷于腮红液、腮红膏这样的产品。因为旅行的话，这种产品它就特别好上妆，当然可能用刷子妆效会更好，但是如果没有刷子，用粉扑甚至用手推开都是完全 OK 的，上妆非常的方便。而且这种液状膏状产品，它的容肤度更好，持久度也更强，特别是旅行一天出门，对持妆的要求还是会比较高的。那我最近喜欢这3款腮红产品，首先是迪奥的这个液体腮红，它的质地是比较稠的这种泥状的腮红，涂出来是很厚重的，但推开其实是特别丝滑，很好推开。推开之后它是那种雾面的妆效，完全融进皮肤的那种雾朦朦胧胧的质感，而且持妆效果也非常的好。那我最喜欢的是01号，是一个暖调的粉色，是一个很百搭的颜色。还有 Huda Beauty 这款腮红液，这个是我之前买的迷你小包装，就尤其适合旅行。这个颜色叫 Cotton Candy， 是一个特别嫩的粉色，粉粉嫩嫩的，很显年轻。那在特别强的光下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些细闪的，但是在自然光下没有闪，像是皮肤透出来那种粉嫩的气色。还有 Rare Beauty 这款哑光的腮红膏，它是摸上去很丝滑的这种膏体，会更轻薄一些，而且涂上之后马上就变成了那种粉感，也是非常的融肤。我印象里是这3个里持久度最好的，很晚回来之后还能看到脸上有明显的腮红的颜色。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叫 Worth， 它是很有元气感、气血感的一个红色，是那种暖调的红，所以涂上脸就是像皮肤透出来的好气色，也是蛮特别的一个红色。我今天脸上用的也是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定妆的话，出门肯定是带粉饼方便。我这次带的是 NARS 去年出的这个限量的粉饼，它是大白饼的那种很轻薄的质地，没有粉感，同时这个颜色又有一定提亮的效果。
底妆的最后一样产品是高光，虽然腮红我现在更喜欢液体的膏状的，但是高光我还是更喜欢粉状的。其实我这次也有带水光棒，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腮红它是要融进皮肤里有那个颜色的，但高光其实更多的是浮在皮肤的表面有那个亮度在的。那水光棒一个是更容易破坏底妆，再有也没那么持久。那我最喜欢的粉状高光还是迪奥的这块儿。用了这块之后，我就没有再爱上其他的高光。这个光泽感非常的细腻，然后也很自然。我今天脸上涂的就是这块高光，可以看到这个光泽感非常的漂亮。然后我用这块高光在旅行中拍的照片，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美。今天录视频说话比较多，我的嗓子又有点哑了，大家多包涵一下。那接下来说眼影，这次旅行我用的最多的眼影是 Chanel 的这块5色眼影，色号是 War。那这几个颜色都是很清透、很柔和的。我现在这个年纪就不太涂特别重的眼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做消肿的这个动作了。我反而喜欢眼睛上的颜色淡淡的，有一个提亮的作用，会更有神。那这盘几个颜色就都是蛮清透的，而且它们的显色度也不高，随便画画也不容易出错。然后里边这个偏暖调的粉橘色涂上眼也是蛮显年轻的感觉。这个亮片色也是很清透，很好看。它也有一个加深的深色，而且这个深色也不会特别重，也是蛮透的一个感觉。而且这盘我还非常喜欢它，经常用它的原因呢，就是它用自带的这个小的眼影刷和海绵棒就可以很好的上色。它的这个粉质还有显色度，其实用这个海绵棒会比其他的眼影刷上眼睛要更显色，效果更好，而且用起来也是更方便，不用再去拿额外的刷子。这也是我特别频繁的爱用这盘眼影的原因，也是随便画画就好看。如果我今天时间比较紧张，要快速化妆出门的话，我就会用娜塔莎迪欧娜这块双色眼影。它里边是一块哑光质地的眼影，是那种粉棕色的，就是能打造一个轮廓感，但是又不会过于深邃的，显色度很刚好。然后再叠加这个亮片色，是一个很细腻又清透的亮片，所以可以很快速的画出一个好看又自然的眼妆。适合快速出门，而且这两块眼影的粉质也都是娜塔莎迪欧娜一贯的那种很细腻又丝滑的质地。我最近2次旅行都非常喜欢 Patrick Ta 这盘6色哑光眼影，可以看到它都是非常日常的大地色眼影，而且是暖色调的，就特别适合我这个暖黄皮。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一盘，它可以打造一个特别自然的轮廓感的眼妆。那有人觉得它的颜色色阶拉的不是很开，确实有一些相近色，但是它也有足够浅的颜色和足够深的颜色，画一个眼妆完全 OK。你可以只用这边这3个颜色做一个层次比较立体的。那如果想层次晕染更自然一些，其实多用这些相近的颜色就可以把眼妆这个层次感画得更加的自然，更方便晕染，我自己是蛮喜欢的。而且这盘眼影当时很打动我，让我马上就想买，是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软糯、丝滑。作为哑光眼影来说，它这个粉质真的特别的好。你用刷子戳它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飞粉，但是上眼完全不飞粉，特别细腻的质感，所以显着整个眼妆的质感也非常的好。在哑光眼影的基础上，我喜欢再叠加 Patrick Ta 的亮片。大家之前看我的 Sephora 分享，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双色亮片，爆闪布灵布灵的，一上眼马上立体度提升，非常有神，顾盼生辉的感觉。这个亮片绝对是其他品牌的亮片无法相比的。那我之前入了4个颜色，我这次带的是 In Your Dreams， 是一个没有明显底色的亮片，一个偏白一点，一个更偏金一点，就是适合搭配各种不同的妆容或者眼妆，也是比较日常的，我非常喜欢。
然后眼部的其他产品还是我平时爱用的一些，比如眼线，我还是喜欢 KVD 的液体眼线液，在眼尾这儿稍微拉出来一点，就更加的有神。然后睫毛膏，我最近很喜欢这个国货原色波塔。其实我之前和大家分享的时候觉得它很一般，但我最近很爱用它。一个是这种国货睫毛膏可以直接维持睫毛的卷翘度，那我用一些欧美的睫毛膏一定要先用睫毛打底，让它支撑起来这个卷翘度之后。再用欧美的，否则睫毛一定会塌下去。那原色波塔的这个可以一直维持睫毛的卷翘，是很轻盈的。然后它的刷头很小，缺点就是刷睫毛的速度有点慢，需要慢慢刷，但是它刷出来是很干净纤长的，就没有那么浓密。因为我现在自己的睫毛状态蛮好的，我也不喜欢把睫毛刷得过于浓密，特别是旅行的话，我还会戴假睫毛，加上之后显得眼妆太重太厚重了，所以这个纤长还有浓密度就很刚刚好。然后假睫毛我还是爱用免胶的，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我在美国买的心愿先生的懒人 ABA 自然款，我今天用的就是这款，我觉得上妆很方便，效果也很自然，很好看。然后是唇膏，其实我喜欢的好看颜色的唇膏非常多，但是旅行我会更注重唇膏的持久度，因为在外面可能经常顾不上补妆，我希望唇部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其实选择困难，带了好几支唇膏出门，但最后发现实际用着最多的还是迪奥的这个细管唇膏。首先我非常喜欢它的质地，我今天嘴上涂的就是这一款，它是带一定光泽感的唇膏，那和那种纯雾面的还有那种特别亮的唇蜜相比，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带光泽感的唇膏。而且这个唇膏让我特别惊喜的是它的持久度特别好，当我玩了半天拿出镜子想补妆的时候，发现这个唇膏根本没怎么掉，完全不用补。像我录视频这么长时间下来，其他的唇膏再加上喝水啊什么的，这个中间就已经有点掉色了，但是今天这个唇膏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款唇膏喝水也是不沾杯的，所以持久度是杠杠的。我用的比较多的两个颜色，一个是390，是偏红调比较多的红棕色，更适合秋冬。我前两天过年涂的也是这支，然后还有一个168，也是我今天嘴上的颜色，它也是一个带棕调的裸色，但是更偏日常。同时在我这个浅唇上呢，它又是很提气色，显色度也是比较强的一支。那我出门旅行也是更喜欢带这种颜色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拍照会比较好看。那关于这个迪奥的细管唇膏，我不得不吐槽的就是它的包装。首先这个盖子要想把它盖上呢，不是每一面都可以的，你必须找到合适的那一面才能把它盖上。其次这个盖子非常容易脱落，我把它和其他的化妆品放在化妆包里，然后在行李箱里晃来晃去，打开之后发现就这个唇膏它的盖子是掉了的，就特别容易就松掉。而且我今天发现这个唇膏啊，它本来是可以转出来又转回去的，但是今天有一支不知道是摔了还是怎么样，转出来就转不回去了。所以这个包装啊，就是乍一看上去好像挺有质感的，但实际使用起来还是有进步的空间。那款迪奥细管唇膏喝水不沾杯，但是吃饭还是会掉色的。那如果要吃饭的时候保持妆容完整，吃完饭也是美美的，那肯定是 Chanel 的这个双头唇釉。这个我之前也和大家推荐过了，是我每次旅行都一定会带的，持久度非常的好。它一头是彩色的，然后另外一头是透明的一层，把那个颜色封在里头，真的是整顿饭吃完下来都不掉色，唇妆还是非常的完整。这款双头唇釉我买了好几个颜色，最近我很喜欢的一个是188，它是很日常的裸色，同时它也不会特别的浅，还是蛮提气色的，然后也很适合素颜。像我在游轮上每天就涂这个颜色，很自然，然后又能提一下气色。然后我上周去多伦多过年带的是这个196，它这个红棕色，也没有特别的偏棕，还是很适合秋冬的，然后也很好驾驭的一个颜色，也是特别提气色。
还想和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的这支唇蜜，来自最近北美很火的一个品牌 Eden。其实我很少推荐唇蜜的爱用品，虽然这2年唇蜜的风很大，但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油亮、颜色特别清透的妆效。那这个也是第一支我很喜欢把它放进化妆包，日常喜欢拿出来用的唇蜜。那它的质地是很黏。很稠的那种，所以滋润度非常的好。那我主要喜欢的还是它的颜色，没有那么清透，是比较实，有一定存在感的。那我是浅唇，就不太喜欢那种特别清透的，上嘴几乎透明的唇蜜，就不是很提气色。但这个我最喜欢的色号是 Fix Sauce， 它是一个奶茶色，上在嘴上是有颜色的，同时呢又保留着一点清透感，上嘴显着嘴巴嫩嫩的、嘟嘟的，唇部状态显得非常的好，但又不会说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的显色度还有质地把控的都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是我拍照也愿意拿出来涂的，可见它的颜色质地我都非常喜欢。那我之前在微信群里也和小伙伴推荐过这个唇蜜，反馈也都非常好。另外注意的就是，听说这里边有的成分是唇炎患者不能用的。那如果你的嘴巴很健康的话，很推荐试试看，我非常喜欢。旅行一定要带的还有定妆喷雾。其实我这个干皮平常也不怎么出油，那平时化妆其实都可以不用定妆喷雾，因为不太会有脱妆的问题。但是出门旅行早出晚归，一天下来对持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定妆喷雾就很重要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Fix， 之前也和大家推荐过，它这个喷头喷出来的这个喷雾特别的细腻，而且持妆效果很好。关键对于干皮来说，它还可以让底妆更有光泽感。对于我来说，我额头的皮肤相对会更粗糙一点，我每次上完妆都会觉得额头那块粉感会比较重，拿这个喷雾喷完之后，效果就会好很多。最后再来分享一个头发产品，是 Axe & Acre 这个牌子专门针对油性发质的一个头皮精华，它有控油的作用，可以让头皮在更长时间保持干爽。那我是一个非常爱出油的油性发质，我洗完头之后头发干爽不会超过24小时，我觉得这个头皮精华还是有用的。像我前一天晚上洗头，正常情况下到第2天晚上的时候头发状态就没有那么好了，就开始出油了。那用了这个头皮精华之后，我觉得起码第2天一整天头发都是比较干爽的，可以再撑1天。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效果的。我想买正装，然后我看他们家其他的比如生发精华好像好评也蛮多的，我也很感兴趣。然后它是这种滴管状的，用着也是非常的方便。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这期视频，请我点个赞。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给我。最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